在台海局势紧张、半岛局势出现波动之际，周四，美日韩三方国家安全顾问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三边会晤。这是韩国尹锡悦政府5月上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月改组内阁之后，三国国安高层首次举行会谈。而会晤内容的实质是围绕美国极力推动的所谓印太战略核心，展开防务、安全、经济等领域的磋商。然而，尽管美国不断加速拉拢日韩，但难掩其中不和。韩媒认为，韩美同盟在利益面前犹如虚设。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和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圣汉周四在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举行会晤，并于前一天分别举行双边会晤。据韩联社报道，三方将就朝鲜问题、经济安全、地区及国际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报道称，韩方或将向美日详细介绍对朝政策路线图大胆构想。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圣汉认为，当前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因而此次韩美日国安首长会议非常切合时宜。外界注意到，近一段时间半岛局势紧张与美韩重启一系列重大军演有关。尹锡悦就任后，与美方重启暂停4年的已知自由系列演习，这是韩美之间最大规模的演习。本周一起，改成已知自由护盾的联演转入第2阶段，包括但不局限于采用电脑模拟方式的指挥所演习，以及实战联合户外机动训练。此前进行的第一部分演习内容为击退敌方攻击和防御首都圈。作为回应，朝方在8月17号试射2枚巡航导弹进行抗议。不过，美国召集日韩安保首长到夏威夷开会，主要意图不是韩方最关注的半岛安全问题，而是如何配合美方的印太战略。根据新闻稿，三边会议结束后，三人将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讨论所谓为捍卫自由和开放的印太而建立的联盟。韩联社的报道中还指出，三方还会就中国在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实施围台军演等情况进行交流。美日韩这个三边合作呢，最重要的促进因素呢，就是中国威胁论和朝鲜威胁论。所以呢，在这个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方面就煽动了这个台海危机论和朝核危机论。那么这种双重危机之下呢，导致呢日韩进一步向美国靠拢。那么很著名的就是日本跟韩国同时支持美国推进这个印太经济框架。近段时间，美国正加速推动将美日和美韩2个双边关系凑合成美日韩三边同盟，以通过落实所谓印太战略围堵中国。外交层面，三国曾借北约峰会间隙举行近5年来首次首脑会，并在 G20 外长会期间举行三边外长会。军事层面，各种演习络绎不绝，甚至暂停多年的三边演习也重启。美日韩不久前还在夏威夷海域举行代号为太平洋龙的反导演练。白宫此前发布所谓印太战略报告，将韩国明确列为印太伙伴国家，但韩国媒体报道称，尹锡悦政府对此态度转趋谨慎。例如8月初，韩国总统尹锡悦以休假为由，拒绝与访韩的佩洛西举行会面。几天后，韩国外长朴振访华，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会晤。尹锡悦在朴振出发之前当面下令，要求他就供应链等问题向中方进行解释，尽力消除已经产生的误解。分析认为，导致尹锡悦态度微妙变化的原因是，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美国开始赤裸裸忽视韩国利益。韩媒近日关注的焦点是，拜登推动的通胀削减法案对韩国电动汽车进口实施限制，严重损害韩国支柱产业的利益。韩国中央日报刊发的题为“拜登密语被戳破，国家利益面前价值同盟犹如虚设”评论文章中指出，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再次唤起了国际关系中一个平凡却冷静的真理：在国家利益面前，价值只是名分而已。这也是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在将外交重心转向于美国的价值同盟的过程中暂时忘记的命题。在亚太里面，实际上它是有双重目的，我们叫双重制衡。一方面呢，它是来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呢，它实际上通过印太战略，实际上对日本、韩国它这个进行捆绑，从而迫使日本、韩国呢在半导体产业上面向美国进行输送利益。所以这就导致日本跟韩国里面它会产生一种疑虑：美国它的对策是单边主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日本、韩国跟美国这个双边矛盾会进一步凸显。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美日韩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周四在夏威夷举行双多边会谈，这也是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以来的首次美日韩高级别国安对话。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
是的，程倩，美日韩军事同盟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特点，挺有意思的，那就是这个三角形并不稳固。虽然美韩与美日关系都保持着较高水准，但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三角形的底边。韩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是起起落落，原因是多层次的。首先，韩国与日本有着一段极不愉快的历史纠葛。日本侵略韩国，甚至妄图实施殖民统治的那段历史给韩国上下留下了非常负面而深刻的记忆。其次，日韩之间围绕部分海域以及岛礁存在领土纷争，这是一个谁也不会轻易让步的博弈。最后，关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日本一直扮演着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挑衅者角色，给朝韩双方开展工作制造了许多麻烦。但上述几点只是问题呈现出的几个方面这些问题时而凸显，时而潜藏，是不是拿出来说事儿，节拍器往往掌握在韩国政府手里。你会发现，文在寅当政的那段时间里，日韩历史问题、领土纷争以及军事情报交流停滞，都凸显为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尹锡悦上台后，情况是否会依然呢？我个人觉得风向已经变了。尹锡悦总统前些天在出席一个纪念日本对韩殖民时代结束的周年活动时他说，韩国必须克服与日本之间存在的历史争议，以帮助巩固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当一位韩国总统公开劝说他的国民对日本侵略史采取所谓 move on 朝前看的态度时，你就该明白，韩国与日本外交关系的回暖已经开始了。现在回看这场美日韩三方国安对话，我们就更能明白它是在怎样一个背景下上演的。韩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大洗牌与对外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正在发生的一体两面。